Hello，大家好。我觉得今天我的头发乱得像草一样，可能是昨天睡太久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中文小故事。在讲这个小故事之前呢，我想先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盲人需要灯吗？那盲人呢，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人。那眼睛看不见的人还需要光吗？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呢，有一个专辑叫 Chinese Podcast。在第一季当中呢，我给大家收集了一些适合中级中文水平的小故事。那这些小故事呢，都非常的短，但是可能会对你们的生活有一些启发。在 podcast 当中呢，我也会针对小故事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给大家进行讲解，并且给大家一些例句，帮助大家来学习。那今天之后的视频当中呢，你们会听到我收录在这个专辑当中的第一个小故事，叫盲人和灯笼。如果你想要扩大自己的中文词汇量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关注我的 Patreon。在5个快速提高中文词汇量的这个视频当中，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。快速提高中文词汇量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呢，就是阅读。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，我推荐你去我的 Patreon 看一看。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呢，你可以找到我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视觉型的学习者，光听我的视频呢，可能并不能记住所有的一些重要的词汇，那你就需要把这些学习材料下载下来去看一下。我自己呢，就是一个视觉型的学习者，我需要看到一个英文单词或者是一个法语单词，看到它们是如何拼写的，我才能把它们记住。关于 HSK4 词汇的所有内容呢，我专门做了一个 collection。那如果你正在准备 HSK4 的考试，或者你正在学习这本书的话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材料。另外，在我的 Patreon 上面呢，还有2个 collection， 一个呢是叫中文阅读，还有一个是看新闻学中文。那在这2个板块当中呢，我给大家挑选了适合你们中文水平的新闻和一些有意思的小文章，并且配上了英语翻译和词汇例句。那在上个星期呢，我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个中国人都吃过的一道菜，叫番茄炒蛋。我给大家分享了这道菜的做法，其实呢是非常简单的，你们在家里都可以尝试去做一下。这个菜谱的链接呢，我也放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当中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尝试一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10个小故事，很短，道理很深，改变你的一生。今天我们就开始讲第1个小故事。一个盲人到亲戚家做客，天黑后，他的亲戚好心为他点了个灯笼，说：天晚了，路黑，你打个灯笼回家吧。盲人火冒三丈地说：你明明知道我是瞎子，还给我打个灯笼照路，不是嘲笑我吗？他的亲戚说：你犯了局限思考的错误了。你在路上走，许多人也在路上走，你打着灯笼，别人可以看到你，就不会把你撞倒了。盲人一想，对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局限思考是从自己的角度思考，
整体思考是你把自己放到整个环境中去考虑。系统的思考问题，就会发现你的行为会和别人产生互动。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小故事中出现的几个词汇。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人。我们还有一个词语叫夜盲症，意思就是晚上看不见东西的一种病。亲戚为这个盲人点个灯笼。你们可能在中国电视剧里面看到过灯笼，一般是一个红色的球形的，里面点一支蜡烛，晚上出门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。我们也可以把灯笼挂在家里或者家门口。亲戚为盲人点灯笼，盲人很不高兴，所以在故事中用了火冒三丈这个成语。火上升到有3丈高，形容愤怒到了极点，非常非常生气。比如，听说我考试不及格，爸爸火冒三丈。盲人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因为他觉得亲戚明明知道他是瞎子，还给他灯笼。明明这个副词放在动词的前面，表示显然的意思。你明明知道今天下雨，怎么还不带伞呢？意思就是你显然是知道今天会下雨的。明明用在这里表达了对不带伞这件事情的惊讶。瞎子就是盲人的意思，但是瞎子有不尊重的意思。他的亲戚说盲人犯了局限思考的错误。我们经常说犯错误，就是做错事情。局限思考，就是想问题不开放，没有从多方面的去思考、去考虑。好了，今天第一个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不要忘记去下载我为大家准备的 PDF， 在里面你们可以找到这个音频的文本、重要词汇的解释和例句，希望对大家学习中文有帮助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们喜欢今天的小故事吗？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更多这样的小故事，可以去我的 Patreon 上看一看哦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在小故事当中出现的词汇呢，我已经整理在 PDF 中，放在 Patreon 上面了。你可以在今天视频的链接中找到它们。启发、开导，使人领悟。看了霍金的故事，他受到很大的启发。在爸爸的启发下，我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。是这部电影启发了我。针对，借此引进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对象。我针对故事中出现的有用词汇，给大家解释和例句。
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，他一一做了回答。针对还可以做动词，对准某个对象。这项研究主要针对胃癌。我说这话不针对任何人。光，副词，意思是仅、指。想要提高中文水平，光看视频是没有用的，你还需要说。光想到这件事，他就气得发疯。专门，特意，表示从事的活动只限于某一方面。这次去墨西哥，我是专门去看我表姐的。知道小明要出国了，同学们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